什么人？弟媳，弟媳！怎么了？有人偷城！偷城！拉着他，跟我走。别队，追我上前！别人给我赶下去！应该是从西面绕过来的，否则纵然是走路，咱们应该也能听得见。夜里行军，不能骑马，但他们却得带着马来，否则一旦失机，他们想逃都逃不掉。那他们应该是牵着马过来的，将马放在西藏护城河边上，着人看守，然后再徒步从冰面上过河，再用钩镰之类的东西挂着绳索攀上了城墙。这样，我带一个骑兵指挥出去，从西面兜个圈子绕回来，将他们的马全杀了。张太尉打了这许多年的仗，你觉得他会安坐在大营里，等着你先宰他的马，再杀他的人？来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的骑兵一出，离开寨子1里方圆，就会从野地里凭空长出1000骑兵来，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吞了，一根骨头都不会吐。这么大的城池，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0来颗人头，又能记得什么事？再者说了，10000人以上的大军调动，火把都没点上几根，这叶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？依我看，张太尉此番布置，不是为了投诚，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。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不把咱们给拔了，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。不就是个破寨子吗？啊！也知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，为了拽那寨中守将出来，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，将自己的亲卫孝杰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，本钱不可谓不大呀。不过，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，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！京师之中，何时出这等人物？看来有料，下不得你若是张太尉，将大营扎在南星河畔，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？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，越是靠后便越安全嘛。能有多靠后？承旨已探查清楚，粮草就在此寨后方。传令下去，
大火点着之后，不许恋战，速速撤离，除非碰到老丹的、丧丹的，给我往死里砍。好。余下的分成2队，一队绕到对面侧影，听信号，动手。大佬，这少说也有2个指挥啊，还有披了甲的，退吧。不急，把力使了，就去拿了那条大鱼。走，嘿，跟着大老冲！车臣快走，我等见后。快走啊！尔等男人甚是无趣，难怪杰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，早早的回南再睡觉去了。嗯，太尉，太尉，太尉，南战失火！什么？南战？将士们，都喝口酒，暖暖身子，壮壮胆儿啊！喝酒吗？喝。启禀主帅，末将率18支会自营后出寨向东，绕过阴山，沿南清河向西者，
焚毁了张逆、屯粮的南寨。你的18指挥，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？而让我们以命相护。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耶律杰里，换张东西。小畜生，用兵之道，守在池中。可是你一贯的行先赌命，自己献了便也罢了，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，坏了我守城大计。你有几个脑袋？我刘知罪。滚下去带队！那。此人该如何处置啊？他是契丹贵族，除了令公，谁敢处置？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。带下去！来人！在。这次多亏了大郎，给他撕一条羊腿，端一盆热汤过去。诺。喝酒吗？痛快。赵匡胤，字元老，正是在下。郭荣，字俊贵。郭太尉家的千里马，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小司空不胜酒力吗？没看见在喝吗？司空就是司空，喝起酒来也是1分3厘以上的计较啊！什么司空不司空？小弟钱洪处，字虎子。哎呀，有你在身边，夜间急切的时候，怕是都不用出门了。去你的！大郎，大郎，这儿呢。哪儿来的？太尉赏你的，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。滚！不白喝你的，一起吃。好久不客气了。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是小岁之夜。10年前的小岁，父王问我：“此生何所愿？”我那时好玩，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：“我要出海，我想去看看《山海经》里的鲲鹏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”天下的阿弟都一个样，心里明明开心的紧，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。我10岁那年，也是小岁，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，我说：万军之中，临敌能陷阵，成未获之功，于愿足矣。当夜便是一顿好打。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问你话呢？没有。真无趣。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，当日便不救你了。生在这个世道里，想要什么，
似乎都不对。我记得去年的小岁，我正好在晋阳。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，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，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。小岁当问来年夜，父亲平素简约，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却始终不得拜接朕。父亲心中可有所憾。郭太尉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高绝后路，无足论。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足矣。”好美啊！再煊赫的盛世，也终有落日；再不堪的乱世，也终会迎来日出。再一会儿人马啊！马上好了，第10日了，只怕过了这个冬天，汴梁城里就没有活人了。天寒地冻，守城固然艰难，可攻城的贼众只会更难。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。城墙可视，人心不可视啊。最初几日，凭着一腔义气热血，一番高绝后路，尚可支应。如今10日过去了，渭南多变，人之常情。再加上天寒难耐，敌中也不是孤军一支啊。杜重威在腋下还有5万兵。更不要说他背后的契丹人。倒是朝廷这边，号称征朔，有一个天子，却也没有一般呢。朝堂上，也就剩下一个冯令公老头子，苦撑危局。京师之外，谁还在乎这个朝廷？谁还在乎这数十万的
是个命理书啊。外无必救之兵，则内无可守之臣。罢了。守了10日了，也不知道相公们议出什么章程没有。不能议和呀！你们要坚守，我等必以死相守，对吧？我等必将以死相守，哪有？令公，以死相守。令公，令公来了。当先必行也，距离千里之外。为何不守？这有江南人必须。文肃，令公，打开重元殿，上朝。看来今日是无仗可打了。回去冯令公复命了。你说什么？整肃兵马，撤回到皇城里。撤回去？那这城呢？不守了？当日令公颁下的军命，便是守城10日。如今10日已满，君贵兄，你是在与我说笑吗？元朗，撤军吧。趁着现在张燕泽的军队还未调动，带着弟兄们撤回到城里。一雪11日，死了的、活着的，都是好汉子。眼下，你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。余下这些弟兄，不当枉死。枉死！守城那一日，副帅给了我18个指挥，满编18个指挥，是2221人。如今只剩下800余人。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，拆军规啊，拆军规！你们真他娘的无耻！说会有援兵的。我知道。再守下去，也是一样的结果。我知道，没有副帅的将令，此地便是某等葬身之处。太尉有令，全军撤回成都！太尉有令，全军撤回成都！太尉有令，全军撤回成都！
大郎，咱就这么走了？娘的，走吧，这么多呢，他也打不动了。撤啊！那一开始就别让我来呀！行了。为契丹会同10年，岁次丁未元月，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：请有皇王分尊北南，祭墓名誉，告谕四方。兹尔时事，以晋侯之资，困守绝瓮，田不过1城，众不足1旅，危身苟命，自成大海。朝纲稳于内，政治昏于外，致令天下纷扰，九州板荡，恶殍盈途，触目惊心。朕心敏测难安，唯念苍生之喘，欲解道玄之机，南州赤子饥寒相望，故兴吊民之师，亲临夜变之间，期以扩清宇内，拯救斯民于水火之中。兹尔少君，荒民失次，善计宗挑，辄敢抗尊，自起信端，冒容纲纪，不探非尔所希，可自去尊号，迁居别业，贬为副议侯，以待明罪。以御史大夫耶律节里之东京汉儿司事，以右卫大将军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权东京留守，军国庶务亦应委之。汴州官变，亲卫将校移听差遣，领遵军命，有作奸犯科、狂悖武上者，朕岂吝五行之诛哉！亲哉，勿负朕望，贤使之息。这便完了吗？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我不明白，没有援兵，京师终归是守不住的。既如此，10日之前又是何必？为了一个体面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就为了这样一个体面，值得吗？杜令公阵前降敌，张彦泽奔袭京师，为的不过是在契丹天子驾前下注，以效法先帝入主京师，鼎革大宝，君临天下。效仿先帝，也做儿皇帝吗？若契丹天子肯认这个儿子，杜令公与张彦泽自然会抢着认下这个爹。此国贼也，汉贼不两立。人心沦丧，无忠无义。在胜负面前，世人大多都会选择胜，而抛弃义。苍生社稷，忠孝节义，难道不是最无价的吗？这世上啊，真正无价的东西必是有的，只不过在这朝廷的大殿之上，任何东西都必然是有价格的。